我自己觉得2022年非常精彩，我1年以内就干掉了5部片。这10年我让我自己过得挺累的，因为我总是希望可以快一点接触更多的角色。人不可能永远在浪上嘛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康仁。你现在什么感觉？高嘉岳这个角色是一个中年失意的男子，经营的餐厅不好吃，然后女朋友跟他10几年但不爱他了。可能从20岁到40岁，从年轻的意气风发到意志的消沉，他想死，但怎么死都觉得不够勇气。跟喜祥哥、桂妹姐试的对戏啊，他们对于这个大儿子有不同的解读。我怕你吐啊，我噎到噎死怎么办？那种温柔是感觉到他最爱的是大儿子。算你有诚心悔过。有生之年是一个家的故事。其实我的家人很少，我有一个哥哥，但爸妈很小就离异了，所以最好最开心的日子其实是跟他，跟爷爷，对，把棉被铺在椅子上，拿着手电筒躲进去，好像那是你们的秘密基地，与世隔绝，这个世界就是你跟我。站！哎，站来！每次打的那个讯息啊，都是一行字不会跨行的，你知道吗？过年回来吗？吃什么？除非说他有什么困扰的时候，他就会打电话来，那我就知道他大概想说点话。做了，把有效果。你去算钱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新手上路。如果赶时间，改天再来；如果不赶时间，排成一整队，好不好？我第一次的工作是14岁。我打工是真的做很多，餐厅我就做过中餐、西餐，外场、内场，洗碗的、切菜的，做电箱、焊接。第一天上班就觉得我快瞎了。有做过板模工，有盖过房子，20几层啊，然后我们就在外面鹰架这样子穿梭。27岁，故事就开始有点改变。我在接下一站幸福的时候，我演员的薪水不多，1个小时95块，你拿到手上的可能比一般的上班族1个月薪水还少。我就跟星巴克店长讲，你可以让我继续在这边打工。入行晚有入行晚的好处，以正常人的身份生活的时间比他们长，毕竟他们有些是偶像起家嘛。因为也有这样的朋友，我觉得他们比较辛苦，承受的包袱也不轻松，跟生活脱离的时间早了些，没有办法像正常人一样过正常的生活。华灯初上是他们已经拍到一半才找我，自己准备我的功课，那我自己去找老师。那连一起也在笑说反正角色丢给他，他自己会想办法。我觉得好玩是第一点，责任感是另外一点。从小对于工作的态度是这样的。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功课，那我们是真的去杀鸡，真的去上班，也不是为了要瘦而瘦，也不是为了黑而黑，而是你踏到了马来西亚那片土地，你发现我必须要往这个方向走。可是还有很多的演员在明天马上可能6点通告、5点通告，他们赚的钱不多，可是他们在等，像我以前一样，我也在等。演员的成就感跟满足感来自于观众的掌声，跟业界朋友的肯定，这是最诚实的话。你要觉得这个工作很棒之前，你必须要经历很多的苦难，薪水不对等，那你可能会被欺负，你可能等不到戏，你可能拍的戏没人看。过了那些种种之后，你找到自己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就是个演员，演员演好戏，其他的我们不要管。我的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，能够演好戏的演员非常多，能够帮助到其他对手演好戏的演员非常少。这是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忘记，会带到棺材里的一句话。